黄金3天从$5000涨到$5500，然后一夜暴跌，全网都在喊黄金坏掉了，避险属性完蛋了。但世界黄金协会刚刚甩出一份55年数据的报告，里面有一个数字直接打脸所有唱空的人。在这场暴跌里，黄金一天的交易量干到了$9650亿，史上最高。暴跌的时候，成交量创历史记录，这在市场里意味着什么？更劲爆的是 WGC 把1971年以来所有的波动率冲击全部翻出来对比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黄金的半衰期只有 1.6 个月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？今天这一期我把这份重磅报告从头到尾给你拆开揉碎。大家好，我是浩投资。刚刚 World Gold Council 也就是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一份2026年4月的专题报告，标题直接就是一个灵魂拷问，你问我答，黄金的表现是不是发生了结构性变化？作者是他们全球研究主管 Juan Carlos Artigas， 亚太研究主管 Ray Jia， 还有研究主管 Taylor Burnett， 3个人联手。这不是普通的月报，这是 WGC 专门回答投资者心里那个最大的疑问：黄金到底有没有坏掉？报告分3大块：波动率、流动性、组合多元化价值。我一块一块讲给你听，每一个数据我都会告诉你出处。先说坏掉了这边的证据，确实挺吓人的。WGC 报告第一页白纸黑字写着，2026年黄金的波动率突破了历史上4分位，冲到了自1971年以来的第95百分位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过去55年的所有交易日里，波动率比现在还高的只有 5%， 历史前 5%， 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为什么会这么剧烈？报告列出了4个原因。第一，美联储降息预期降温， Kevin Walsh 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，市场闻到了鹰派的味道，债券收益率立马上蹿。第二，美元走强直接逆转了之前3个月的下行趋势。第三，投资者开始了截多头头寸。注意这个细节，黄金3天之内从$5000一盎司冲到$5500一盎司，爬得太猛，必然有人要兑现利润。第四，当价格跌破关键技术位的时候，止损单集中爆发，把跌幅放大了好几倍。然后报告还补了一刀，中东战争导致全球对流动性的需求上升，对迪拜这种核心交易中心造成了额外压力。所以画面是这样的，波动率55年前 5%， 3天冲$500再崩盘，止损单连环爆破，中东战火添柴。任何一个看到这个组合的人，第一反应都是黄金这次是真的变了。但是等一下，接下来有个数字会让你完全改变看法。等一下，在我揭晓那个颠覆一切的数字之前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点一下关注加小铃铛。我每天都在用一手数据拆解黄金、白银全球宏观，不喊单不带货，只讲数据。点赞这个视频也帮我一把，这样算法会把这期推给更多还在焦虑黄金是不是坏了的人。好，继续。现在上主菜 WGC 报告第3页，原话我给你翻译过来。1月最后一周，黄金价格回调期间，全球主要场所的日均交易量达到$9650亿一天，换算成实物就是5805吨一天，这是史上最高纪录。我再说一遍，黄金在暴跌的那一周，成交量创了历史新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没有人在离场，意味着买方接盘的力量和卖方止盈的力量同时在市场里对撞，市场没有失血，市场在放血量输血。拆开来看更吓人， OTC 交易主要是 LBMA 的成员在做的场外市场，日均$3950亿一天，环比直接增长 41%。 主要交易所的成交量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领涨，激增 45%， 冲到$5200亿一天。黄金 ETF 的交易量呢，激增 137%， 每天$490亿。137，你没听错，再把镜头拉远，2024年全年黄金日均交易量是$2320亿
2025年涨到3610亿美元，到了2026年至今是5360亿美元一天，3年翻了1倍多。买卖价差扩大只是短暂现象。报告指出，最大的4次价差峰值全部发生在非标准交易时间，周日晚到周一早或者周四晚到周五。这些时段本来就是流动性真空期，跟黄金坏了没关系，是时区问题。排除这几个异常峰值，金市流动性表现正常。顺便告诉你一个立刻能用的信息，这些交易量数据你自己也能免费查。去 WGC 官网的 Gold Hub 全名 Gold org Gold Hub， 所有数据免费开放，不用注册，不用付费，比很多付费终端的数据还全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市场没坏，流动性没坏，那黄金在一个组合里到底还能不能当盾用？第3章告诉你答案。2026年最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的事情是什么？不是黄金跌，是股债双杀。传统的6040组合，6成股票，4成债券，之所以几十年好用，是因为股债之间是负相关的，股票跌，债券涨，互相抵消风险。但 WGC 这份报告指出，2025年1月到2026年4月这段时间，债券和股票的相关性明显上升，股债一起跌，你的4成债券不再保护你的6成股票，整个6040的逻辑地基在动。这时候黄金上场了。报告实证分析的结果说得非常直白，把 5% 的黄金加进一个典型的6040全球组合，组合的总波动率会下降，而且报告强调，这个 5% 的黄金对整个组合的风险预算贡献极低。报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：The addition of gold has a very low contribution to portfolio risk, while visibly reducing its overall volatility。翻译过来就是加进去几乎不拖后腿，但保护效果明显可见。黄金和风险资产的相关性在这段时间里持续是低相关甚至负相关，所以即便考虑到现在黄金自己波动率变高了，它作为战略资产和组合多元化工具的价值不但没削弱，反而因为股债相关性辩证被放大了。换一个角度打比方你就懂，以前你家有2把伞，一把挡前面，一把挡后面，现在后面那把伞漏了，而黄金这把伞是从天上往下盖的，你说它现在值钱不值钱？好，最后回答开头那个问题，黄金到底有没有坏掉？ WGC 的答案就一句话，没坏，只是在做它一直在做的事。报告的核心结论是，黄金波动率具有均值回归特性。历史数据显示，波动率的半衰期大约是 1.6 个月，和股票完全一样。什么叫半衰期？就是一次波动率冲击之后，大约 1.6 个月，异常的那部分波动就会衰减一半。报告用了一个 ARE 自回归模型来验证，相关系数等于 0.65， 在 99% 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。这不是拍脑袋，这是数学。然后报告把历史上4次最大的波动率冲击摆上桌：2008年10月金融危机，2011年9月欧债危机，2020年3月新冠疫情，还有2026年2月美以伊战争。这4次冲击之后，黄金波动率全部在 T+3 到 T+4 个月内回到正常区间，全部。所以把这份报告浓缩成一句话：2026年黄金波动率确实冲上了55年来的前 5%， 但这个剧本市场过去演过好几次，每一次的结局都一样，3到4个月归队，买卖价差扩大，短暂的非交易时段的交易量史上最高，组合价值、股债相关性上升，反而让黄金更重要。没有结构性变化，只有周期性波动。区别这2个词是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之间最大的鸿沟。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类权威机构的报告，我们频道会定期做中文深度解读。想第一时间看到，点一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收获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。你觉得 WGC 说的对不对？2026年黄金波动率
会像历史规律显示的那样3到4个月回归正常，还是你觉得这次真的不一样？评论区见，我每条都看。本视频内容基于 World Gold Council 于2026年4月发布的公开研究报告，所有数据均来自报告原文。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参考和学习交流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、买卖推荐或财务咨询。投资有风险，决策需谨慎，请根据自身情况独立判断或咨询持牌专业人士。我们下期见。